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港版国安法上线，北京扣动班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也是一个历史时刻。我希望所有的华人包括中国大陆，包括港台，包括海外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关心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会把全世界卷到这件事情里面来这不仅仅是跟香港人有关的事情，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被卷到这个事件当中来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关心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天看到的事情都是历史都是历史，所以呢，就是请大家保持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很重要。全球瞩目的港版国安法上线了北京扣动了班机，子弹出膛那么讲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6月18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然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说明，这是第一次审议，他没有宣布通过那么他后面还有2个程序要走，所以表明什么呢？表明港版国安法以及它的立法程序已经启动了好，我们来讲讲港版国安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全世界立法史上都没有见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法律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当它进入立法程序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在立什么法。整个的香港人，包括香港的特区首长特首特区长官特区行政长官叫特首林郑月娥都不知道这个法律是个怎样的法律。然后呢，北京要帮香港立一个这样的法律，全世界都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法律，这是全世界都没有见过的奇闻。不过其实这样的奇闻呢，每天都在中国发生，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我们要特别是从国内翻墙出来的网友，你要知道你身处的这个国家不正常不正常，所以我们受它的影响，我们要经常把它翻过来才知道所以呢，我们只是通过这个说明才能够看到一点港版国安法的样貌，但是它条文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它得什么时候公布呢？就是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成为法律了，大家才能看到。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事情全世界没有的事情，非常荒谬。但是这种荒谬的事情每天都在中国发生港版国安法共6章，分为总则、职责和机构、罪行和处罚、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政府驻港安全机构六个部分还有负责总共是66条这个法律呢是兼具了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3个内容，是个综合性的法律，它全都包括全都包括。那么我就大体上说一下就它有一个说明，我就大体上说一下总共是1、2、3、4、5、6条6条，总共是6条，我跟大家说一下。第1条规定中央政府根本责任和香港的限制责任第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的重要法治原则。第3规定香港建立国家安全相关机关及其职责这第3条我要详细说一下。香港要成立一个什么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简称国安会。然后国安会的由这个行政长官当主席，然后这个政务司、财政司3司加上保安局
警务处的负责人，包括入境处、海关这个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还有这个成为他的成员，这有点像什么？就是在中国设立的那种东西跑到香港来再干一遍。这个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政法委所有的执法机关全在里面这跟西方国家的这个治理概念是不同的这就是往集权方向走，把所有东西全部集中在一个部门，行政长官做他的头然后来管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这个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他设一个秘书处国安会设一个国安委设一个秘书长，秘书长由中央政府任命就反正中央政府就管好多事情然后呢就是国安委的职责国安委呢还设一个什么呢？设一个国安事务顾问，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由中央政府委派指派就是中央政府要派个人做你的顾问什么叫治港？港人治港就是反正就是大家知道的然后呢就是警务处要设一个国家安全部门，配备执法力量就是有专门的人做国家安全的这个警察要设一个国家安全警察。然后呢律政司设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专门检控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案件这就是特区特区政府部门这里要设定的相关的部门，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第四个呢，有什么罪呢？国家安全罪分4种第一个叫分裂国家罪，第二个叫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三个是恐怖活动罪，第四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4种罪最怕外国势力很怕外国势力。然后呢，他就有个管辖案件管辖，它是这样的：除特定情况外，香港特区对本法规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也就是说，特定情况呢，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没有管辖权的管辖权。然后呢，是这个法官呢是谁来做呢？法官是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而且这个指定法官是排除了外籍法官就是香港就是国家安全的案件，外籍法官不能审，而且谁来审由这个特首指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第5个。第6个，中央驻港安全机关中央要在香港设一个驻港安全机关，这个叫什么名字呢？叫国家安全公署。你看，香港有个中联办再来一个国家安全公署，再还有一个驻港部队驻港部队，再派些武警来，香港变成什么了？大家想想。然后呢，这个它有几个职能第一个职能就是国家安全公署有几个职能。第一个，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履行国家安全的职责，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这个驻港安全公署呢，国家安全公署呢，它能够在香港办案。在香港办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香港有司法管辖权，
如果这个国家安全公署在香港有司法管辖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本身的司法管辖权就已经不完整了。这意味着什么？香港的司法独立不复存在，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第3、第4我念了啊，我不重要的我都不说啊。驻港安全公署和国有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是中央全面管制权的重要体现啊。就是极少那是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就是有管辖权啊。管辖权极少数永远是极少数，对吗？你看中国人民不就永远是被极少数管制住吗？打击了嘛，对吗？然后草案附则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规定。本法的检视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好，这就是大体的内容啊，大体内容。那么这个草案现在还只是草案，草案变成法律总共还有3步啊，3步。第1步，草案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第1步。第2步，召开人大委员长会议，委员长会议决定把草案提交给常委会表决，这是第2步。第3步就是草案在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就成为法律啊，就是总共是3步。现在第1步刚刚完啊，就是已经提交人大常委会了，审议了啊，然后剩下的就是后面的了。但是这次会议肯定是不会通过的，因为这会议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总结，我们要讲快一点哈，讲快一点。我希望今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讨论啊，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深远。我今天尽量讲快一点。总结，这个港版国安法，我大概归纳一下，2个机构就成立2个机构，一个是香港国安机构，一个是驻港国安机构，就是中央政府在香港驻港国安机构。然后香港的国安机构相当于成立了一个港版政法委啊的齐抓共管。什么叫齐抓共管？就是政府各个部门都要成立相应的部门来抓这件事情，叫齐抓共管。就是共产党的办事模式已经直接插到香港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中央驻港国安机构有司法管辖权，可以办案啊，这可以办案，也就是说香港的司法管辖权，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不存在了啊。这是第3个啊。第4个，国安法具有凌驾地位，所有跟它相冲突的全部都不算，按照我的来，这叫凌驾性，叫凌驾地位，这是第4条。第5条，国安机构具有凌驾性的执法权利，就是香港就头顶上就多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凌驾所有一切的，多了一个法律，就是实际上是多了一个法律，多了一个机构，就是压在香港的头上了啊，就是香港人头上悬了一把大刀，这个大刀就是国安法的法律和执法机构啊，这就是北京砍向香港的一个大砍刀啊。这件事情的影响有4个方面啊，4个方面。第一个，违反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你刚才我念下来，大家就知道，其实什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不存在的了，它就已经是一国一制的了啊。这是第1条。第2条，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维持香港社会制度50年不变的这个承诺啊，这是一个公共国际公约，中英联合声明是个国际公约啊，违背这个国际公约，为什么？因为它改变了香港的现有的制度啊，这是第2条。第3条，破坏香港的法治，
侵犯香港的人权。这个港版国安法毫无疑问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的啊。第4条，100多年来香港发展、生存、发展、繁荣，其实最核心的是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法治，第二个条件就是自由。港版国安法就是悬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大砍刀啊，那么它就破坏了这2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就是法治和自由啊，就用中国的法律代替香港的法律，破坏香港现在的法律体系。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它法律是没有过啊，还没有变成就是这个草案还没有过。但是港版国安法已经上线了啊，已经在线了。虽然没有完成立法，但是已经进入这个立法程序。这是什么？就是班机，北京已经把这班机扣动了啊，扣动，子弹开始往外跑的了啊。我觉得现在的情形很像什么哈？很像一战的时候啊，一战前的这种局势。一战前的局势其实也是很紧张。这个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啊。1914年6月28号，也是6月份啊，6月28号，今天是20号啊。那么塞尔维亚的学生叫普林西普，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开枪打死了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这一枪打完之后，1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爆发了啊！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港版国安法就是现在20号提交到这个人大常委会上，就相当于这个叫什么普林西普对着这个费迪南大公开枪，这件事情是很像的。为什么哈？现在的情形和一战事情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一条非常像，叫什么？叫利益相关，各个利益相关的这个相关者都没什么退路啊，都没什么退路，只能往前走。大家都是往前走，走到后面就是全面冲突，全面对抗，最后战争。香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战争，但我不知道啊。但是全面冲突、全面对抗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了啊！就是涉及的各方，你看哈，在香港，一方是谁？一方是特区政府，另外一方是谁？另外一方就是泛民为代表的这个香港市民啊，他们都没有退路。特区政府也知道他没退路，他退路会被香港人给扔到这个维多利亚港去的啊。香港市民也没退路，香港市民你要么就是玉石俱焚，要么就是我就赢了，就是这样。南朝是对的，你没有南朝的决心，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南朝，所以才会有今天。香港人有南朝的决心，这个局面才会改变，才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所以你看，在香港这一方，然后在中国这一方也是一样的。中国，然后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美国啊、英国啊、欧盟啊、日本啊等西方国家都没有退路，其实只能往前走啊。那么我们最先看到的回应是什么啊？最先看到的回应是欧洲议会。欧洲议会6月20号大比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反对中国就港版国安法立法，形容损害香港享有的自治和自由，要求欧盟制裁相关的中国官员，考虑对港人设立救生艇机制啊，救生艇机制。他这个欧盟的决议总共有24项动议，要求欧盟采取措施支持香港。我读几项，这几项还是很有利的啊。第一个，敦促
欧盟将香港和其他人权议题作为中欧峰会和中欧领导人会面的最优先程序议程。中欧峰会是22号，就是后天举行视频然后欧盟主席会见谁呢？会见习近平，会见这个李克强。那么这个议题提得很应景这是第一。第二，欧盟应利用双边投资协议讨论，向中方施压，保持香港高度自治。就是我之前讲的，中国跟欧盟正在谈一个投资协定，这个投资协定谈了6年投资协定快要完成的了。那么要用这个向中方施压这是第三个。第三个，要求欧盟和成员考虑，一旦国安法实施，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指控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就是要求欧盟去国际法庭控告提起诉讼。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政治进程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第四个，针对性的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并在拟定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中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领头人物，并与美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韩商讨类似的制裁行动。那你想一下，如果欧盟有制裁，美国有制裁，日本有制裁，南韩有制裁，其他澳洲、加拿大全制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泰国哪儿都去不了这太好了，我觉得非常需要的，就让他在里面憋着哪儿都别去，让你挣那么多钱也没地儿花。五，考虑在香港人权和基本自由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为香港公民创建救生艇的计划这个欧盟提出这个太重要了第六，要求进行独立、公正、有效、迅速的调查香港警察对示威者使用的武力，即要求香港撤销对民主派人士和其他和平示威的检控，这个非常关键第七，要求欧盟外交代表密切关注和定期报告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进度，尤其关注候选人是否不公平地被阻止或者拒绝参选，促请港府容许公平公正的选举等。这就是欧洲议会刚刚通过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其实反映了整个欧盟的民意取向。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欧盟其实它在政治上非常坚定地站在香港人的一边，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很多人之前讲德国法国立场不坚定所谓的这些疑问，现在一扫而光，没有了，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欧洲肯定是站在香港人的一边的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了。好，讲香港。香港有30个工会组织和学界团体宣布发起6月20号的这个3罢，罢工、罢课、罢市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公投，如果达到6万工会会员和1万学生的这个投票目标，就进行3罢进行3罢，现在应该快要公布这个结果了吧那么也就是为什么6月20号？因为反送中就是6月20号大游行大游行。好，大概的新闻就是这些我大概的总结一下。我们从人大常委会从5月28号开始5月28号开始到现在今天是20号，将近1个月的时间持续的关注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是人大本来是3月开，结果挪到了5月份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启动了
整个的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不仅影响了香港的未来，而且影响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其中核心的是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等等，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那么整个西方世界从这个 G7 就是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到今天的欧洲议会的决议到美国的决议美国的立场等等，英国的立场等等，在港版国安法的这个议题当中中国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这已经没有任何的疑问那么在这场对抗当中，香港是所有一切的风暴的中心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将会发生一系列的激烈的冲突和争夺香港人将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生的考验，就是我们家到底该怎么办？香港的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华人，全球华人都要眼睛盯住香港，支持香港人，支持香港的反抗抵抗。为什么？因为港版国安法我刚才讲过了它就是一个摧毁香港的摧毁香港自由繁荣的最重要的一个祸根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议题讲到这里好吗？那好，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互动。我今天想把我们互动的时间放长一点，因为新闻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其实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回应，各种回应我就不念了，因为最重要的回应是谁的回应？就是你的回应，其他人的回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站出来为香港人发声这最重要，这最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大砍刀今天是在香港人头上，明天就会在台湾人头上，后天就会在维吾尔人头上，再后天就会在西藏人头上，现在他一直在你头上，所以要把那个大砍刀反抗掉，我们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好吧，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可以想象今天的5毛一定非常的多，但是没关系，我们一定要保持好我们今天的讨论的秩序。那么进入互动之后，3件事：情况、观点、提问，好吗？好，明谢一下。J 共谢谢，感谢王先生和美西的辛勤工作，非常喜欢这个节目，赞王健先生的新闻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精神，谢谢你Eagle X 谢谢，大事爱莫能助，小事只能做3件：一，雇员工优先雇香港人；二，在小店玻璃外墙贴纸，内容为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谢谢。3，给王先生王老师打赏，谢谢，非常感谢 Eagle X。Bill Chao 谢谢 ，Will Ten 谢谢，唐丽谢谢，姥姥王谢谢，已知 Vicky 知己 Vicky 曹和我曾经享受香港的风采，接受它的启发，然而彩色变成了灰暗，令人唏嘘，谢谢。Lindy 谢谢。观点说白了就是香港等于中国一个城市，没有一国两制，没有香港司法独立，一切中共说了算，就算泛民超过多数还是一样的可以通通抓起来就是这样。观点就是设立一堆国安全机关职位，然后用香港纳税人的钱高薪养一堆大陆来的坏人，镇压破坏香港人的法治和自由。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观点，这恶法具体内容反正就是无耻和谎言，现在就只想
知道美国怎么样回击，希望美国制定所有参与定制决策表决的恶者制裁制裁。非常的对非常的对。我觉得欧盟要制裁，英国要制裁，美国要制裁，日本要制裁，所有人都要制裁，但他们哪都去不了观点：一个国家的强大，如果意味着独裁的扩大，那这个国家还不如弱小，不如弱小更好。是的，观点：香港会被历史铭记的，这就是阿共向自由宣战的标志。非常对。观点：49年前后，从国内逃了一批大企业和居民去香港，现在又有大批港人想离开，是怎样的制度？人见人躲，那就是个吃人的制度情况：大陆现在已经完全原子化了，警察监控无处不在，香港只是早期阶段，若非国际各媒体能在香港现场记录视频，很可能就跟西藏和新疆一样了。是的，非常对。观点：我的观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都有这种思维，就是要不然你是爷，我是孙子，要不然我是孙子，你是爷。这种思维对香港的态度有，就是你必须拿我中央政府当爷爷，甚至很多大陆人也这样，动不动就说香港弹丸之地什么的。而这种思维在中国职场比比皆是。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等级制度中国传统当中的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观那就是等级制度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其实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中国人的整个的生存状态。今天我是想，今天我们的这个会员直播讲到这里我插一句，我会讲这个议题讲什么议题呢？今天的议题我会讲的是走出自己的牢房走出自己的牢笼中国人其实受到很多的约束外部的约束，但是真正把自己困起来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自己。所以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等级观念。我是中央政府，你是我的一个下属部门，你是我的一部分我要管你，我必须管住你，你得听我的。那你不听我的不行，我对你有权利就是这种所有的东西都基于这些东西来的观点：看着香港沉沦，作为大陆居民感到无能为力，身边更多的人反而叫好，他们身为奴隶而不自知，还在问香港人闹什么，好好过日子不好吗？我常常因此感到无奈和孤独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就是你在大陆看到的很多大部分的人是被洗脑洗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也不必太在意你保持自己的清醒就好。观点：王老师好，今天赶上直播，在墙内第一次鼓起勇气发言。香港对于我们这一代影响深远，那里的电视剧、流行音乐深至我们心中，小的时候就在我们心中种下了外面世界的种子。还记得去年在红馆看郑秀文的演唱会开场大哭，不是普通粉丝的激动，而是感慨香港弹丸之地蕴含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方方面面，这是一种来自自由和民主附着在黑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身上产生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期待香港更好，愿东方之珠依然可以璀璨。谢谢。观点：香港为我们产生那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因为他们当时社会很自由我前2天看到中国又推出一个规定所有的创作就在线的那些创作必须实名制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共那么要实名制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把你找出来
实名制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政府可以直接面对你个体，在政府面前个体那是太脆弱了啊，所以政府要走到每一个个体的面前，他个体就抬起头一看，哦，我就啥都不敢干了。所以你看哈，其实中国网络创作非常的发达，因为网络很发达，本身的出版业不发达，所以网络创作非常发达。网络创作的繁荣到今天，好，中共出了一个实名制，你小心一点哦，我能抓住你哦。中国的网络创作，你看吧，又是这个样子。所以在中共的中共是什么？中共就是文化的敌人，中共是所有文化的敌人。所以在中共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讲，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不存在创作。所以你说我们创新体制，创新，骗人的，怎么会有创新？思想自由都没有，你哪来的创新啊？提问：推进国安法立法是政治冒险吗？还是做戏？还是真的铁了心打造红色香港？对于 CCP 来说，政治利益到底是什么？除了拿回一个价值不高、破烂的香港，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啊。这个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就是中共为什么要过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有没有很深、很长远的这种叫什么战略思考呢？我认为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进行战略思考的话，你就会分析利弊，有利有弊。那我就要看一下，我们每个人在进行战略思考的话，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判断考虑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你的 vision 是什么，你的宏观的长远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现实的利益是什么，我们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好，如果你在考虑香港的未来，甚至或者是我们在考虑港版国安法的时候，你肯定要考虑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做一个战略思考的话，如果你在考虑这两件事情的话，你肯定不会做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因为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做这件事情对谁都没好处，包括中共自己也没好处。所以呢，我可以很肯定的讲，做港版国安法的这个决策是没有做战略分析和战略判断，这一定是没有做过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为什么还会发生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呢？之前我们有节目谈过，港版国安法它其实是一个进程，它不是一个战略部署的结果，它是个进程，不断的推动这件进程。而推动这个进程的背后是什么？背后有两样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什么？思维习惯。什么叫思维习惯？就是中共有两个思维习惯，一个是斗争意识，一个就是底线意识。什么叫斗争意识？就是我在哪里我都要斗，斗争就是要斗。你比如说在香港就是要斗啊，跟谁斗？跟西方势力斗，跟这个泛民斗，它就是斗争思维。我怎么样斗赢？我就是要斗倒你。就是红卫兵，就是毛泽东，从那边那是一脉相承过来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意识。第二个意思就是底线意识，我不能退，我一退我就没有了，我啥都没有了。中共啥都没有，他就一样东西，权力，政权对他来说是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啥都没有，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道德的规范，没有啥都没有，他就是赤身裸体就抓的一样东西，权力，政权。所以他要保的所有东西都是保一样东西，政权。那我不能退，我一退的话政权就没了。他就叫底线意识。习近平你去看一下习近平的讲话，天天都在讲这两样东西。好，这就是一个这一头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思维习惯。另外一头讲的是什么？另外讲的就是集权的任性。就刚才有网友讲中国人就这种
等级意识啊，你是我的，我是老大，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干死你，就是这种蛮横，这种集权的任性。其实这个推动这个进程一直往前走，走到现在，我认为就是两个力量，一个就是思维的习惯，另外一个就是集权的任性，和理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和理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谁都不会干，但是中共一直在干，而且把它推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而且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认为中共在香港问题上，他付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之前讲的是付出的是超出香港范围的利益，其实不是，代价不是的，其实他是在把整个的国家利益捆绑在香港上，一起跟西方赌，他会遭到重创，但是他也在所不辞。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动力在后面推着，一直走到现在，不可理喻。但是你往后看，就能看得清楚是这些，是不是政治冒险呢？不是政治冒险，他就是这样蛮横，就是这样蛮横。我觉得我可以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就是这样子，好吗？提问，请问王先生，这个烂法大概会在什么时候通过？还赶得上立法会之前通过吗？我不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有明显国家特征的国家，就是或者说我翻过来讲，中国的所有的制度都不稳定，就是它随便都能改，所以它没有稳定的制度。本来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法律，它有既定的程序，我刚才讲，而且它的会期都是有既定的安排的，但是他高兴他就能加一个会期，所以你预测不了啊，预测不了。观点现在就要改变，就彻底封锁香港和中国，那些高层才会因为自身利益去谋求改变。中国现在的体量很难用别的方法改变了。观点，香港是大陆人通往文明社会的最后一扇门，现在彻底关上了，再看不到自由民主的曙光了。观点，当年镇压6·4的时候，王震对着学生大骂，这个天下是我们拿2000万人头换来的，你们要的话拿2000万条命来换。习近平和中共都遗传的这种土匪思想，香港问题恐怕会动摇中共统治，所以我感觉这次香港的流血不会少，毕竟中共把统治权看得最重，为了统治他们不会在乎老百姓的命。这次我觉得这次香港人我要提醒，这里特别要提醒提醒香港人，这一次呢，我们叫广东话叫谋送讨。什么叫谋送讨？就是不要把头送上，就是不要牺牲。这一次为什么不要牺牲？2点。第一点，香港人的南朝就是抱住一起死的这种决心，让香港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国际事件，这是香港人最牛逼的地方。香港人成功的让全世界把注意力放到了香港，当然这不仅仅是香港人的努力，这还有大势所趋就2件事情就2个力量放在一起才会是现在这样的局面。第一个力量就是香港人坚定不移的反抗，这是没有香港人的反抗，没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是第一条。香港人的反抗是内因，外部就是美国，中美对抗，加上中国把全世界得罪这件事情才会形成今天这个局面。在今天这个局面之下，香港人记住2条。第一条，保命第一，不要在这个时候黎明前去牺牲自己，不行就撤就走，所有的香港人不要送头。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真的有香港人牺牲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但是这次不同，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我们不需要牺牲了，没有一个香港牺牲一个香港人都太多，所以在这一次香港人可以抗争，继续抗争，没有话讲。如果统一游行全部都去但是不要送头，保护自己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局已经成了，不必再牺牲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不要去流血。这次就是形势不对就撤，反正什么呢？反正所有的人都进局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在这个局里面了，跑不掉的了，所以这个形势已经改变不了。所以这次我提醒香港同胞，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的家人，能撤就撤啊，好吗？请求请替墙内的我对香港为自由民主战斗的人表达一下，对不起，在墙内帮不了你们，对不起辜负你们在逃港和大饥荒时对我们的帮助，对不起，在又一次六四事件将要发生的时候帮不了你们，有心就好。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啊，其实呢有心意就好了啊，有心意就好啊。我们能做的，就像刚才前面的网友说，我就多请一个香港人，能做到的那当然好，做不到心意一动就够了，真的是够了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心意是什么，心意也是力量。如果万众一心这件事情变成现实的话，它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意念、意志、意愿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真的从心里发自内心的支持香港人，支持香港人的抗争，其他的我们都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挑剔，不要有想法，不要有太多的那些就全心全意的支持香港人就好，这个他们都知道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是没关系啊。观点为之前错误理解港人抗争而道歉，你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抗争树立了榜样，只可惜墙内很多人不知情，中共的丑全世界都知道，只有墙内的人不知道。但相信大多数受教育的中国人还是会冲破围墙，了解外面的真相。是的，不必道歉，你的心意一定会收到的，好吗？谢谢啊。严重同意王先生的判断，中国今天的状况是一种共谋，民间本身不是完全无责任的，人与人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是万恶之源。我们经常讲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文化自信啊。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来美国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中国的文化自信到底来自哪里？为什么哈？我散步走在一些民居里面，那些房子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一看100多年的美国人已经有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啊，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想一下100年前的中国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就由此我感觉到很讶异，就是其实我讲的是我自己，就我们中国人觉得经常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啊，我们中国人很有文化，我们中国文明很厉害，可是你看一下西方的文明，你就会发现中国这种文化自信或者文化的优越感哪儿来的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也提出来这个议题啊，大家都考虑一下，中国这种文化优越感、文化自信是从哪里来的？理论上来说，差距是非常的大的呀，啊，所以就和现代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人类文明的差距，那不是一星半点的大。而且你没有看到中间的各个里程碑，什么意思？就实际上很多人还没有到来，
还在那个地方待着。我今天也会讲这个议题，就是讲讲我们走出自己的牢笼是什么啊？观点：中共的党文化已经把人的正常思维弄乱了，中国人已经很难与人交流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我这次跟 BLM 的事件，包括这次美国大选，你可以看出来啊，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其实已经很难。我讲的中国人当然主要是讲的中国大陆啊，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交流已经是有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差距是太大了啊！就是现代人类文明，中国人和现代人类的文明距离是有点远的了啊。提问：现在墙内的朋友该为香港做什么？该为历史做什么？在墙内的公民如何给香港做出实质性的帮助？求告知。个人建议：西方制裁不仅要覆盖大权贵和他的直系亲属，还必须包括大权贵的白手套及其企业。非常正确。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处境境况都不一样。我说心意到了就行，心意到了自然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啊。这个我觉得不拘一格，好吗？中国政府就是个大公司，中共就是股东，公司的财产被各大股东转成个人财产，即使公司破产那一天，他们也不会用个人财产挽救公司。我建议西方制裁，我又读了一遍了，不仅要制裁权贵和直系亲属，还包括他们的企业。 OK， 今天微博热搜梁艳萍被处理，网民又高潮了，骂他骂得个难听。阿 Q 不敢欺负赵太爷，还不敢欺负小尼姑嘛？历史在重演。情况现在国内三文鱼都不能质疑了，一堆疯狂粉红，言论管控更严，香港话题更是敏感话题。观点：墙内现在是一片声讨香港的声音，包括普通老百姓，各种抵制香港，抵制美国。大陆人就是被后文革式教育给洗脑的无脑奴隶。作为墙内有独立思考的人，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好中共的游戏规则，去收割这帮韭菜。韭菜是不值得同情的。目前收割的办法就是尽量把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资产。王 Sir 你看怎么样？我觉得你可以用各种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做一些支援香港的行动啊，不拘一格啊，真的是这样，好吗？情况：今天看到墙内朋友圈全部支持通过国安法，我发了个朋友圈说支持香港为自由而反抗，还讲了香港人的诉求和联合声明的真实内容，被骂成卖国贼和反贼。有几个北大的好友也骂我，我很生气，内心也很绝望，庆幸自己已经觉醒，以后退出朋友圈，让渔民自嗨去吧，总有一天他们会被当作韭菜割掉。有两点我提醒。第一个，我还是劝大家不要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会危害你的安全。现在在国内的所有的自媒体也好，这个社交媒体也好等等，当局的监控是非常严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首先要考虑安全啊。在国内的行为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先保障安全，在这个前提下去考虑我怎么样去帮助香港人，好吗？保证你的安全最重要。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用微信啊，微信是非常不安全的工具。观点：香港的价值不是那块地，而是在那块地产生的文明。你们东北人接管只会让香港重新变回渔村。东北人怎么跟东北人有关系啊？没看懂。提问：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港籍官员应该可以预见香港因港版国安法而衰落，并且自我遭受文明国家制裁，是什么心态支持这个群体继续倒行逆施？照理说中央治下的官吏都很精明自私，为什么他看不清明显的后果？
他下不来了，他已经下不来了，他们已经下不来了。这帮子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退路了啊。观点同意王老师，新意识真的是力量，强烈的朋友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随党媒煽动而去仇恨，我们要活得清明，做更好的自己，非常正确。提问：感谢王老师的专业分析，港版国安法的罪名实在太莫须有，担心香港朋友会不会只是申请外国的政治庇护就被冠上勾结外国势力的罪，什么罪名都会有，这你都没有司法独立，那不就他想抓谁就抓谁嘛？这个我不觉得不意外啊，你在中国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对吧？王先生好，观点：新华社公布港版国安法细节，其中包括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啊。从公布的细节看，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已经全被中共掌控，司法独立名存实亡，一国两制也宣告完，整体上就是吃香港、用香港，再拿香港的钱来祸害香港人，应该冻结中共官员海外资产，用于鼓励安置外逃的港人。这个想法很好，这个想法很好。观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是支持蔡总统全力援助香港人，这是台湾的价值观。OK， 观点：颠覆国家政权罪似乎只有在专制国家才能制定。美国一直不禁枪，就是美国宪法里规定人民有武装推翻暴政的权利。听朋友的内部消息，大亚湾看守所南部战区深圳集结，7月雷霆抓捕行动，9月宵禁，九龙宵禁。这是恐吓啊，这是一种恐吓，不是内部消息啊。我看到过这种所谓的这种内部消息啊。中共啊，其实所有的人都高估了中共的实力啊，中共没那么大的实力，它就是中共其实就是两个主要的东西，一个东西就是它就是欺骗你啊，就是所以你会高估他的实力，还有一个就是你低估了他的决心。为什么中共往往会得逞？在很多事情上的得逞是基于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全世界都高估了他的实力，因为他一直在欺骗你。第二个就是大家都低估了他的决心，所以他会得逞，原因就在这里啊。观点：各种迹象表明，杨洁篪并没有拿国安法去和蓬佩奥谈，只是去交了个底，并不想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早就铁了心要干。这个我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之前没有说港版国安法已经上了人大常委会的议案？如果他铁了心要干的话，第一，他不会去找蓬佩奥谈，他找蓬佩奥谈什么？他告诉他啊，我要通过了吗？你不用告诉他，蓬佩奥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也不用很精心的把这个港版国安法，他当然他讲他上了就上了，他没讲他上就没上。他为什么在之前的港版国安法没有在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的这个议案当中草案当中去呢？没有，所以肯定是拎得去的，只是美国没接受而已啊。这两个动作都表明他是要去交易的，美国不跟他交易而已啊。观点：担心虽然现在西方国家严厉制裁，但过几年慢慢又开始跟中共做生意了，事情就不了了之，像当年6·4一样，只可惜香港再也回不去了。那你可以担心，这个也可以担心一下啊，这种担心合理。打卡日本，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讲这种泄气的话，好吗？你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劲呢，你说呢？好不好？打卡日本情况，最近在日本超市里，台湾采的水果不知不觉的多了起来，还有人在 FB 上传了某超市竟然有卖台湾大米。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这种情况从未有过，是否可以理解为日本开始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本来就非常近啊，
不是一般的近，只是官方不往来，就是没有官事的往来。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近，非常的近啊，那真的是。提问：关于美国的70万梦想生，就是自幼年被父母带到美国来的非法移民。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不得终止遣返令，也就是说可以留下来在美国生活、就学、就业。一向想要遣返这些孩子的川普18日在推特中反呛，这项裁决政治味十足，最高法院不喜欢我。请问王先生怎么看梦想生的议题？我觉得这种议题值得提吗？这是人伦啊，你能把这些孩子送回去吗？让他们骨肉分离？反正我是做不到，你让我来判，我就让他们留下来跟他们父母在一起，然后你再把墙修好一点就好了，对吗？你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还能够让他们回去吗？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支持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的。为什么？70万呢？不是7个，别说7个，1个都嫌多是吗？你想一下，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你愿意跟你的孩子分离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是要拼命的。我跟我女儿讲，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爸爸是世界上这个唯一能够为你拼命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想一下，这70万梦想生有什么选择吗？我觉得没什么选择，就应该让他们留下来。美国不缺这口饭。观点：我在 World Vision 工作过，在大陆的贫困地区的管理人员都来自香港，他们舍弃了香港的都市生活，在贫困山区可以一直工作10年，而且香港人为贫困地区捐赠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现在香港人遭此厄运，心里很难受。情况 CCTV 报道，新发地怎么又来这一套？为什么我们的灯会出现这种情况？等我1分钟。OK， 哎呀，我没穿花短裤啊。最后2个吧。CCTV 报道，新发地检测8186人，5803人阴性。新华社报道，69岁网友谭某说，其余2500人是阳性，被刑拘。请问这是因为数学不好被抓起来的吗？提问：美国在金融方面制裁会不会有顾虑？金融武器用多了会不会影响美元的信誉？我担心对官员的制裁效果有效性会打折扣，希望做一下分析。我不做分析，为什么？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是要全力以赴去抗争，我们要全力以赴去制裁。我觉得有效性要做了再说，先别说打折扣的事儿，先别说影响的事儿，我们先把它干了再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你说呢？如果连这个都不去做的话，那你能做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分析。提问：欧盟今天在国际法庭正式控告中国，这是中国是要赔大赔款的预告吗？赔美金吗？不知道哎，告了吗？没告吧？已经告了吗？我没看到新闻呢。好，我今天把它读完。观点：共产党利用过去的历史来洗脑，让国民党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中国富强，这是世界上最坏的洗脑。没有好的洗脑，所有的洗脑都是坏的，所有的洗脑都是坏的。观点：严格来说，英国可以要回主权，那么中国继续在香港驻军就是对英国主权的攻击，整个北约都可以对中国动手，非常对只不过表述不完
不周延啊，不周延。情况，中国的电子邮箱要绑定手机，从 Gmail 发出去的邮件都要好久才能显示出来，估计审核通过才会显示。不送头建议，当年智利人抗议军政府有一个有效办法，只要军政府有恶劣表现，智利人就在晚上开关家里的灯，形成万家灯火，一明一面，民意昭然若揭。香港人也有啊。观点，老香港人应该移民，留着也是二等公民。从周围的强人上海、北京的对香港和港人的傲慢得出的感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国内的这种等级思维啊。情况，昨天和一个很反战左派的北美朋友聊天，他说如果美国、加拿大在香港和维吾尔问题上和中国开战，他会支持，大概只有墙内人才觉得香港、新疆不是个事儿吧。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都吃人，非黑即白，很多都是作为一个人所不耻的，只不过兽类本能宣传。观点，国内宣传的文化自信是党妈对渔民继续愚昧下去的自信。观点，之前出国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大陆好像格格不入，感觉是全世界大家一起玩，只有没带大陆的一起玩，只是你被中共圈在里面啊。观点，粤语之前是官方语言，被其他语言代替了，还好留着。上海话、吴语都快灭了，被其他语言代替。从语言的角度可以看出，以及建筑，中国的文化是如何慢慢被吞噬的。这种自信从何而来？看看是谁在吞噬吧。观点，这种文化自豪感是个假象，骨子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自卑，可是为了生存，只好把自卑转化为莫名其妙的自大。根据还是所谓的文化遗产，这是自我催眠，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OK， 好，我们先明谢 Patrick 长，谢谢。呼噜呼噜，谢谢。在没有去过香港之前，在美与先生一起看电影《玻璃之城》，电影有一幕从天空拍摄香港全景的画面，美得令人窒息。之后我们一起去香港度假，在飞机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美得令人窒息，心很痛。Vincent 侯，谢谢。加入王老师的会员就不会被洗粉了，谢谢你。Snowball， 谢谢。Mike 朱，谢谢。Blue Cat， 谢谢。Joy 陈，谢谢。陈光泰，谢谢。迪安娜，谢谢。Ada 梁，谢谢。张涛，谢谢。Ghost， 谢谢。Mr. For Rose， 谢谢。Shirley 吴，谢谢。带666，谢谢。K Jane， 谢谢。东野主人，谢谢。Dean Winchester， 谢谢。陈 Claudia， 谢谢。贝拉瑞，谢谢。黄征佩，谢谢。David， 谢谢。捞英捞，谢谢。张涛，谢谢。Casper 林，谢谢。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TT， 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今天我们会员直播讲走出自己的牢笼啊！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